据以色列时报消息称，在以色列战时内阁举行的安全会议中，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部进入战斗状态，以应对伊朗将从5个方向发起的打击。伊朗正式批准了对以色列的打击行动，之后又通过外交渠道通知了联合国，伊朗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维护自己权益，将对以色列实施自卫还击。随后，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伊朗正在向各抵抗阵线武装输送武器。有军事专家指出，这一次伊朗为核心的抵抗阵线武装复仇将会出现多个武装一起联合发起军事行动，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伊拉克亲伊朗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民兵武装都将参加战斗。以色列时报指出，伊朗已经关闭了西部空域，大量导弹从掩体之中被拉出来，一旦伊朗发起打击，规模将远超4月13日那一次导弹袭击，届时将会有数千个以色列目标被导弹命中。有分析人士担忧，这一次伊朗不仅仅只是打击以色列边境地区军事目标，伊朗极有可能打击以色列纵深地带，同时还将摧毁以色列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水电气等能源设施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很明显，这一次以色列也开始紧张起来。以色列方面已经通知各级重要官员进入防空场所，避免意外。同时，为了防止通讯中断，以色列官员已经配备了卫星电话，随时应对伊朗突然打击。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伊朗正通过运输机向伊拉克、黎巴嫩以及叙利亚等国运输导弹和火箭弹。根据美国智库分析认为，伊朗将从自己本土、也门胡塞控制区、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区和叙利亚以及伊拉克这5个方向同时发起打击。当前以色列主要依靠自身部署的铁穹防空系统和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本土安全，而外围的导弹拦截则交给美国、英国以及约旦、沙特等国。在美国斡旋之下，约旦、沙特、埃及等国已经答应为以色列提供防空保护，一旦伊朗导弹发起打击，这些国家就会实施拦截，同时将导弹预警同步给以色列。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近日已经发出了旅行警告，要求本国公民在中东地区局势再次升级前尽快离开黎巴嫩和伊朗。上述事件已经为中东局势笼罩了一层危机的阴影，但是事态还没有停止。紧接着，哈梅内伊就再次发表公开讲话，话里的意思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种种行径都是在为自己的灭亡铺平道路，伊朗有责任为哈尼亚撒在德黑兰不甘的鲜血复仇。随后，哈马斯就像是接到命令了一样，几乎是在话语刚刚结束，就直接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60枚火箭弹，目标直指以色列各大能源设施。在此前的对抗中，被以色列吹上天的铁穹防空系统已经被哈马斯摧毁了许多台了。如今面对这门空袭，铁穹几乎是一刻没停的，连轴转也才拦下了15枚火箭弹，其余炮弹均被由于士兵和以色列境内的建筑设施精准拦截。开战前铁穹吹得震天响，开战后连后续的战损补充都做不到了吗？以军打到现在，怕是已经强弩之末了吧？不等以军反应，位于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则表示，第2波火箭弹袭击即将安排。不知道这波以色列士兵能用肉身拦截下来几个火箭弹，但这都还只是开胃小菜，大的还在伊朗这边。就在哈马斯完成轰炸之后，伊朗就向联合国递交了关于对以色列采取反击的公告。公告中展示了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期间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并鼓励胡塞武装再接再厉。然后特别提醒了沙特以及卡塔尔不许向美国和以色列空军开放领空等事宜。近期黎巴嫩真主党频繁向以色列北部边境发射火箭弹，这些如同夜空中不速之客的流星雨，不仅打破了加利利地区的宁静，更是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底线的一次次挑衅。真主党的行动无疑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一个缩影，他们成为了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战略威慑和打击的代理人。以色列的强硬反击与战略威慑，面对真主党的挑衅，以色列迅速做出了强硬回应。以色列防长加兰特亲自坐镇空军指挥中心，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战前动员讲话。他强调，以色列绝不会容忍任何侵犯其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行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不仅是对真主党的直接警告，更是对伊朗及其盟友的一次战略威慑。
展示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战略考量背后的利益博弈与地缘政治，伊朗的区域雄心与战略筹划。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其深厚的宗教、文化和地缘政治基础。伊朗视自己为中东地区的领袖，希望通过支持地区内的什叶派势力，如真主党来扩大其影响力。此外，伊朗还试图通过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来增强其战略威慑能力，以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等西方国家的威胁。在当前的军事对峙中，伊朗显然在筹谋一场精心策划的惩戒行动，旨在打击以色列的嚣张气焰，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在中东地区的强大实力。以色列的生存焦虑与先发制人战略，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小国，以色列深知自己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因此以色列一直将维护国家安全视为头等大事。在伊朗眼中，以色列就是一个不明不白的国家，而两国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矛盾，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两国总是难以达成共识。伊朗作为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代表国家，在建国初期就明确表示要消灭以色列，而逊尼派国家多次试图阻止伊朗核武器研发计划的实施。此外，两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争夺中也频频发生冲突。虽然双方从来没有爆发过全面战争，但局部冲突时常发生。近年来，随着伊朗核武器研发计划的不断推进，以色列越发感到了威胁。尽管两国都没有明确宣布开启战争的状态，但双方之间互相试探和挑衅的行为却从未停止。这次伊朗宣布研发成功高超音速导弹，可以绕过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对其本土进行打击，无疑是对以色列的又一次公开挑衅。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以色列应该是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毕竟如果这种导弹真的被用到，以色列就无处可逃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以色列防空系统的具体构造和能力，但从其一直以来在中东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综合战斗力来看，防空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坚实的屏障。伊朗此次研发成功，能够绕过防空系统的导弹，说明其技术含量之高，已经让人非常吃惊了。而以色列方面针对此次挑衅所做出的回应，也确实让人吃惊。他不仅没有像之前那样忍气吞声，而是积极与多国进行会谈，协调防空力量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以色列依靠先进科技手段进行情报监控，特别是在手机技术和间谍软件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通过植入复杂的间谍木马软件到目标手机中，摩萨德情报部门能够轻松侵入手机系统，获取包括位置照片等在内的各种数据。这种技术让以色列能够实时监控高价值目标，执行精确的定点清除行动。在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中，以色列准备采取多种部署来应对潜在的冲突。首先，以色列将继续利用其强大的情报网络，密切监视伊朗及其盟友的动向。通过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以色列能够快速分析情报，识别和定位关键目标。此外，以色列将加强其防御系统，特别是铁穹防空系统，以应对可能来自伊朗及其盟友的大规模火箭和导弹袭击。铁穹系统已经在多次冲突中证明了其有效性，能够拦截并摧毁空中的威胁。在攻击方面，以色列将继续实施定点清除行动，瞄准敌方的核心领导层，通过精准打击削弱敌方的指挥和控制能力。摩萨德将会持续利用间谍软件和其他技术手段定位和清除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同时，以色列将加强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共享情报并协调军事行动。通过国际合作，以色列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将向中东派遣一个航母战斗群、一个战斗机中队，并增派军舰。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里娜·辛格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已下令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替换目前在阿曼湾活动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此外，美国还将向中东和地中海派出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国航母的到来无疑给中东这盘棋局又添加了一个重量级的棋子。这不仅显示了美国对盟友以色列的支持，也是在向伊朗及其盟友们发出警告，美国随时准备介入。然而，这种军事威慑能否真正起到预期效果，还是个未知数。毕竟，在中东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舞台上，
单纯的军事威慑往往难以奏效，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拜登也坐不住了。近日，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互通了电话，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表示将帮助以色列应对来自伊朗、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一切威胁。胡塞自称多次成功攻击美国航母，本次美国派航母攻击群进入中东，声援以色列，是福是祸还真不好说。胡塞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出手打击美国航母，拭目以待。胡塞武装作为也门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近年来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他们多次声称成功攻击了美国航母，这表明他们具备一定的反舰能力。对于美国派航母攻击群进入中东，声援以色列这一行动，胡塞武装是否会选择在关键时刻出手打击美国航母，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的这个军事部署看起来是在对伊朗和哈马斯的行为做出反应，但背后的意图可深了去了。现在的战争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坦克对坦克、飞机对飞机的打法了，现在的战争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系统和人脸识别系统的天下。以色列那边就靠着这些高科技搞起了定点清除战术。我觉得这种战术虽然听起来冷血，但确实是现代战争的一种趋势。通过情报和高科技直接对敌方的领导层进行打击，这比传统的战争方式要高效得多。就像以色列摩萨德做的那样，他们利用手机定位和间谍软件，一个个把敌方的高价值目标给找出来，然后清除掉。我认为这种战争方式虽然残酷，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战争的一种进化。毕竟战争的本质就是摧毁敌方的战斗力，而定点清除战术正好做到了这一点。咱们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战，是科技战。以色列这边，摩萨德那帮人可不是吃素的，他们的情报网络遍布全球，手机定位间谍软件玩的那叫一个溜。听说他们就是靠这些黑科技，把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高层一个个揪出来。你想想，这帮大佬平时藏得严严实实的结果，手机一响，位置就暴露了。这是给老六我提了个醒，这年头手机可不只是个通讯工具，它还可能是个定时炸弹。此外，伊朗要打击的目标附近都有大量平民，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如果造成平民严重伤亡，以色列势必将会进行一系列报复和暗杀行动，杀伤大量以色列平民，将会导致整个局势升级，战争扩大化。无论伊朗打击的理由是什么，如果造成以色列平民伤亡，都会引发战争扩大。美国将会加大对伊朗制裁，甚至参战。野罗胡色武装可以封锁红海，但是美军也有能力在整个印度洋拦截任何伊朗船只。伊朗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伊朗8000万人口，还要指望能源出口吃饭。美国情报认为，黎巴嫩真主党也在考虑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有可能导致以色列军队大举地面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抵抗阵线已经表态，抵抗阵线推迟打击行动只是战术要求，任何压力或恐吓都无法阻止回应的决定。现在的等待也是战争的一部分，等待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以色列将会得到一个让人震惊的答复。美国战争研究智库分析，抵抗阵线有3大目标：第一，阻止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地面进攻黎巴嫩；第二次，为与以色列扩大冲突做好准备；最后就是将美国军队驱逐出叙利亚。但是伊朗上下，从哈梅内伊一直到革命卫队指挥官，各种誓言报复的声音此起彼伏，就是一直比较犹豫，还没有下定最后打破一切，要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黎巴嫩真主岛有可能要单干，伊朗不愿意扛起正面战斗大旗，黎巴嫩真主岛要单独打击以色列，最终极有可能伊朗发射远程弹道导弹，打击几个以色列目标。好了，本期视频就了解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